你你是伟人？ How could I sound anything silly? I'm plastic. 伟人这一神秘生物在网络世界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网友被其独特性质所吸引，而不少主播也通过视频分享了他们关于伟人的见解。据称，伟人虽外形酷似人类，但仅能短暂维持这种形态。更为惊人的是，他们拥有超乎寻常的学习能力，能够模仿任何人的外貌乃至性格。一名男子在暗网上购买了一个伟人女孩，她的外表看似普通，但言行举止却透露着不寻常的诡异，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伟人真实面目的好奇与恐惧。你是伟人？ How could I sound anything silly? I'm plastic. I don't even have a voice box. I had to borrow this one. Don't turn on the light. 你要杀了我吗？ No! I mean, yes, but not for a good long while yet. 关于伟人是否真的存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伟人这种生物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伟人更多的是出现在网络文化、科幻小说、电影或人们的想象中，作为虚构的概念或角色。它们可能代表了人们对于未知、异类或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生物。国外的一名探险家在森林深处探险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玻璃罐子。这个罐子里面所装之物令人感到难以置信。透过玻璃罐，探险家发现了一具非常小的人形骸骨，它似乎还长有一对翅膀。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猜测，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这具骸骨是否属于传说中的精灵。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人们常常通过某种魔法，将那些具有恶意的生物或超自然的实体禁锢在特定的容器中，以防它们对人类造成威胁。比如神话故事中的阿拉丁神灯中的巨人。然而，关于这个玻璃罐中的生物是否真的是传说中的精灵，我们无法下结论。这有可能是某种未知的生物遗骸，也有可能是某位艺术家的独特创作。在没有更多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猜测。百鬼夜行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的古代文献中，特别是在《宇治十一物语》等作品中有所记载。这个传说反映了日本古代社会对超自然力量和灵异现象的好奇与敬畏。在日本的民间信仰中，人们相信在7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已故的亲人的灵魂会回到人间与家人团聚，同时也是各种妖怪和鬼怪活跃的日子。下面这段诡异的视频来自于阿拉伯网友的分享。画面中，一群神秘的女子在森林中现身，就好像是传说中的百鬼夜行。这一群女子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会不会是某种神秘的宗教组织呢？男子见状赶紧拔腿就跑。如果换作是一个单身已久的老男人，那么他会怎么做呢？然而更为惊悚的是，在视频的尾声，一个宛如丧尸般的身影赫然出现。其行尸走肉般的形象让众多的网友感到非常的不安。如果是你半夜碰到如此诡异的景象，你又会如何做呢？
Jan Bavary 在 TikTok 上分享了一段监视器于2023年拍摄到的诡异画面。I just walked outside. Okay, this is the garden over here. You can't. 在这段视频中，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个白色的人影出现的时候，摄像头受到了干扰，并且它似乎是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据描述，当时女主人和她的邻居都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女主人鼓起勇气，手持手电筒外出查看，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然而，当他事后查看监控录像时，那个白色的身影吓了他一跳。他无法确定这个身影究竟是什么，他猜测可能是某个人的恶作剧，也可能是某种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如果这真的是某个人的恶作剧，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心怀不轨。这件事对女主人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她迫切希望通过警方的调查来查明真相，以消除心中的恐惧和不安。这段视频是由一位油管用户分享，其内容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某一天晚上，一群朋友外出游玩时，意外发现了一栋异常诡异的建筑。整栋建筑的所有房间都是关灯的，唯独其中一间房间却还亮着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透过窗户望过去，他们看见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一群人的下半身似乎被吊起，悬挂在空中，整个场景充满了惊悚与诡异。这间房间究竟是何用途？是否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这番景象看起来就好像是恐怖电影里面的场景，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家公司的一次派对上，在酒店里面发生的离奇事件。在派对期间， Cheyenne 在酒店的吸烟区拍照时，意外地捕捉到了一张令人不安的照片。照片中， Cheyenne 的上半身被一团神秘的黑烟或阴影所笼罩，这一景象让人毛骨悚然。然而，接下来的照片却显示这团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照片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许多人怀疑照片的真实性，认为它可能是经过 Photoshop 编辑的。但 Cheyenne 坚称，这张照片未经任何修改。为了深入探究照片的真伪，我们采用了一些滤镜工具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噪点分析滤镜，我们发现照片上似乎没有修改的痕迹。这个滤镜工具通常用于检测图像中的变形、克隆、扭曲或其他异常。接着，我们使用了亮度滤镜，这个滤镜有助于识别光源和图片中的照明角度，如果有异常，基本上识别得出来。然而，在这张照片中，那团黑影对光源的反应与场景中的其他物体无异。既然滤镜工具无法识别出照片的修改痕迹，那么这团黑影究竟是什么呢？网友们纷纷猜测，有人认为这是超自然力量的体现，也有人认为可能是镜头前的某个物体，如手套或猫爪等。尽管这些猜测看似合理，但如果真的是镜头前的物体遮挡，
Cheyenne 也不太可能将这张照片上传到超自然现象的讨论区。此外，还有网友表示，他们曾经拍摄到类似的黑影。那么，这张照片中的黑影究竟是什么呢？菲律宾的网友诺莫托分享了一段诡异的视频。大约在晚上10点半，他家的狗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对着屋外狂吠不止。诺莫托心中涌起一股不安，担心可能有入侵者在他的房屋周围潜伏。于是，他急忙调取了监控录像进行查看。ng CCTV namin. Tingnan nyo guys sa 10:29:17. Okay? Tingnan nyo dito, may lalabas dito na parang usok. Tapos mabilis siyang papunta dito. Okay, wait natin mag 17. Okay, wait lang natin 17 seconds. Ayun. Okay, back natin 17. Tingnan nyo dito. Ayun. Kita nyo? Ulitin natin. 17. Balik natin. Ayan. Di ba? Sa mga hindi pa naniniwala na may mga espiritu talaga. 从监控录像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半透明的白色人影在后院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就在他家的后院来回的跑动。然而，当诺莫托亲自出去查看时，却并未发现任何人在后院，似乎只有他们家的狗狗能够感知到这个神秘的存在。关于这个白色人影究竟是什么，网友们众说纷纭，其中有人坚信这是摄像头捕捉到的真正的鬼魂。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仍不得而知。Balik natin. Ayan. Di ba? Sa mga hindi pa naniniwala na may mga espiritu talaga. 2002年，由彭发和彭顺两兄弟联袂执导的恐怖电影《见鬼》在香港上映。该片随后被誉为香港恐怖电影的巅峰之作，并继《午夜凶铃》之后成为第2部被好莱坞翻拍的亚洲恐怖片。电影的核心情节围绕着一位自幼失明的女主角展开，她在接受眼角膜手术后，竟然能够频繁地看见一些灵异现象。这部电影之所以备受瞩目，除了其紧凑而引人入胜的剧情外，更有一个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诡异镜头为其增色不少。在影片进行到1小时02分时，女主角与男友共乘地铁，就在地铁疾驰之际，女主角身后的玻璃上突然浮现出一张清晰可见的人脸。对于恐怖片中出现的这类元素，可能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但这一画面却异常引人注意。因为在整部电影中，凡是女主角所见的阿飘都是直接出现在镜头前的，而这张突如其来的人脸却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感。有人猜测这不过是坐在女主角对面的乘客的镜像，因为在进入隧道前确实可以看到窗外清晰的景象。然而进入隧道后，黑暗中的玻璃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对面的乘客。尽管这种解释看似合理，但考虑到彭发作为当时香港顶尖剪辑师的身份，以及《无间道》系列这样的经典作品也是出自他手，电影中出现此类剪辑失误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这个画面可能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的无意为之，后来才发现这是个点睛之笔，所以也就没有删除掉，于是便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观众坚信，这张人脸或许真的就是阿飘。无论如何，这个镜头都为《见鬼》这部电影增添了更多的恐怖色彩。放出照片，这个是谁？这个不就是你吗？你还认不出自己的样子吗？
来自墨西哥的 TikTok 用户斯蒂芬·加尔扎分享了一段令人不安的视频。他提到，自从在旧货市场购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二手娃娃后，他的家中便频繁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起初，斯蒂芬只是听到了不明来源的类似孩童的诡异声音，这种持续不断的干扰让他不堪其扰，最终他决定将这个娃娃丢弃。然而，家中的异常现象并未得到平息。某个夜晚，斯蒂芬听到卧室壁橱内传来异样的声响，随后发生的一幕令他毛骨悚然。Espera, espera, ve, se está abriendo. ¿Ya viste? No mames. Ya decidió hacerse presente el amigo. Y de día. Ay, no. M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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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en. Ay, no. 在视频中，我们清晰可见一只苍白的小手从壁橱中探出，随后慢慢将壁橱门推开。斯蒂芬最初怀疑可能是有人藏在壁橱里恶作剧，但是当斯蒂芬打开壁橱的门时，我们可以看到壁橱里面挂满了衣服和塞满了杂物，看起来并不像是可以藏匿一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的 TikTok 账号主要分享的是日常生活和健身视频，与超自然现象并无直接关联，这不禁让人猜测，他的家中是否真的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所困扰，又或者是他精心策划好的一场骗局呢？Ay, no.